Hello，大家好，我是 Harry，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皮卡丘的教学。那我们先看一下效果，耳朵和尾巴都是可以动的。皮卡丘对战小蜘蛛，小蜘蛛使用吐丝，皮卡丘闪开，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小蜘蛛直接被电晕。接下来上场是八眼蜘蛛，双方还在走位试探。八眼蜘蛛率先发起攻击，喷出连环蜘蛛网。皮卡丘使用钢铁尾巴把蜘蛛网砍成2段。皮卡丘再次使用10万伏特，八眼蜘蛛也被电晕，失去战斗力。擎天柱出场了，没有试探，直接开火。皮卡丘闪开，再一次使用10万伏特，擎天柱被电得有些扭曲。哎，擎天柱好像没有倒下，而且电被充满了。满电状态，擎天柱近距离发射等离子炮，皮卡丘闪躲不及，倒地失去战斗力。哎呀，又有点暴力了继续来这个 happy ending。大家欢迎皮卡丘加入大家庭，一起听擎天柱讲故事讲的太晚，皮卡丘就为大家开灯。好故事呢就讲到这儿，然后呢开始今天的MOC 的教学。说到这个乐高 MOC 大家肯定想到的就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图纸不太好找，第二个呢就是即使你图纸找到了呢，你也不一定找到这么多零件。那么今天呢，我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给大家讲用这个皮卡丘做这个例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2个问题。首先来讲我这个皮卡丘自己做的呢，可能用的黄色的零件比较多，我收了好多二手乐高。但是后续呢，我可能出一个这个小一点的皮卡丘，那么会把它可能会只有1/4大小，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用量黄色器件的用量就会少很多。那可能在乐高店里边去买一杯黄色的乐高杯，那基本上也就能解决了。所以呢，不想错过的朋友呢，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图纸。那么图纸的问题呢，我认为有一些像素类的MOC 作品其实是不太需要图纸的。就像这个皮卡丘，它就是基本就是一个像素的一个作品。那我现在就用这个皮卡丘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拼的一个过程吧。首先呢，第一步那肯定是要找一个图片，我就在网上找了这么一张。那你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我觉得皮卡丘这个张开这个嘴还挺可爱的。那第二步呢，想拼之前呢，那肯定是要找一些特点。那皮卡丘的特点就大概说一下：2个耳朵，眼睛，然后鼻子，一个张开的嘴，2个红色的脸颊其实是2个电极。那再往下呢，因为我找这个图片是一个坐姿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皮卡丘的这个标志的闪电形状的尾巴。那么找特点，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些地方属于关键点，我们要稍微的多花一点心思。但是呢，就比如像其他特点，比如说头的这个，我们就大概拼一个这个形状，它没有那么的重要那么在我们拼的时候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一个最小像素。通常呢，我是这个眼睛的部分。那你看我这个皮卡丘，它的眼睛就是一个白色的一个1:1的块，外边呢再加一个眼睛黑的地方，鼻子。眼睛通常是最小的像素。那么拼完，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是通过最小像素向外拼，就是我先拼一个眼睛，然后再拼一个眼，往下拼鼻子、拼嘴、拼它这2个电极。然后这个关键的这个脸拼完之后呢，其实皮卡丘的这个样子就已经出来了。后续这个头的形状，它圆一点扁一点影响都没有那么大这样拼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它不太需要考虑布局。就比如说我如果从下往上拼，那当然了，那它皮卡丘一直是一个立直状态，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我这个下边那个腿我只用了10层，那到眼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像素了，我需要可能用到1/3或者用到1/4，那我没有了。但是我如果从最小像素往外拼呢，那最后脚想往大拼呢，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外扩。当然它的缺点也比较显而易见，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拼之前我不知道它具体能拼多大，拼完之后呢看，哎，是这个大小。比如说
我如果想拼的是更大一点的东西的话，那我可能这个眼睛我可能要这个像素就要增加这样。但是我认为就是自己拼着玩的话没有必要特别强求说这个东西它高度是多少，它的宽度是多少，这样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说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前期拼的时候呢，第一不要追求这个具体的细节有多么高的相似度这个眼睛可能我们觉得拼完了它是一个眼睛，我觉得就 OK 了。看我这个眼睛其实和图片上边的眼睛也没有完全100%还原，有30%、40%甚至20%，可能我们觉得我觉得就够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拼下一个特点。你还可以看到我这个这个脸，它这个脸呢皮卡丘电极的话是一个正圆，应该你看我这是个什么形状了？它已经基本上就不是个圆了，跟圆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但是呢，我们把所有的特征脸部特征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皮卡丘的。所以说某个具体的细节特点，我们没有必要追求100%的一致，但是呢，在布局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把这个布局合理所以就是说要下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前期拼的时候，拼这个特别主要的部位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反攻。比如说我眼睛拼好了，我这个皮卡丘拼的时候，就是我的眼睛最开始我放在了差不多这个位置，后来呢，下边也都接上鼻子接上嘴了，后来我又发现，皮卡丘的话，它的脸应该是偏这个方向横向是要长一点，这个纵向呢要矮一点，这样就是形成一个皮卡丘比较胖乎乎的一个效果，它会比较可爱。那我就把这个把这个眼睛又拆掉，又往下移，这样最后又出了这个，就是前期具体特点不需要100%相似，但是布局不要怕反攻先开始布局的时候第一版可能觉得已经有这个样子了，然后看着有点不像，再往下拼的时候前期不要怕，就是继续把它拆了前期不要怕反攻，可以把它继续拆掉给它重新布下局。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脸出来之后呢，其他的后续的部分没有那么的严谨这边多一块少一块的区别影响没有那么大，它并不是关键部位，因为后边的这个头。另外，然后呢，这个耳朵的话呢，就是用的我用的都是1/3的薄片，就是做成了一个这个菱形的一个效果吧，或者是阶梯形的一个效果。中间用的这种带的这个卡槽连接器，这是之前在乐高店买到的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有卡槽，所以有一定的角度它可以立住，这样的话就可以不同角度来玩。再往下就是身子，因为我照片里边看选的是一个坐姿那么我就看一下它几个关键的，也看身子的几个关键点吧。那首先呢就是胳膊腿，就是四肢嘛上边的胳膊，你看我具体细节的地方，我这个爪子我是没有的，这个脚的话上边脚趾我也是没有的，但是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脚掌的形状，也起一个坐姿，而且是在上边再配上一个这个脸，又是这个黄色的颜色，那基本上大家也就会认定它就是一个皮卡丘。然后这个肩膀做外扩，做一个胳膊向前伸的一个效果。之后呢再收回来，下边这个皮卡丘的腰再往下呢就是大腿还有这个地方是大腿一个坐姿，腿向前伸直一个脚，后边呢再往下收一点，做一个皮卡丘的屁股的这个形状。那背后呢就是有2条这个棕色的顶状。那还有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呢，就是皮卡丘的闪电形状的尾巴。可以看到这个尾巴如果单拿出来，它也没有100%还原，那可能50%都没有。但是呢，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一起呢，就认为它就是个皮卡丘，对吧？这个尾巴呢，什么特点呢？就是下边是棕色的，然后呢，上边是黄色的。关于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小插曲，我有印象在哪里见过皮卡丘的尾巴是有一个黑色的尖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是专门查了一下，确实这个皮卡丘的尾巴就是黄色和棕色2个，尾巴尖是没有黑色的。然后呢，
另外呢，就是下边短，上边比较长。你看我最下边一节尾巴用的4格，再往上6格、8格、10格，这个就很多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下边呢比较短，上边呢比较大。那这个最后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增加。这里边没有做的原因是我觉得可能太重了，就没有再往上增加啊。好，这个皮卡丘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大家看，其实这个 MFC 也没有那么的难吧？后续我可能做一个小的，但是因为最近比较忙，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能做完啊。好，今天视频就到这儿，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大家，再见。